法隐藏秘密，赵露思5个月未拍新片疑似整容，品牌晒照片修图前后差异让全网傻眼。95后的顶级明星赵露思最近凭借甜甜校园剧《无法隐藏的秘密》而更加出名。她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美照，但最近经常被指责过度修图，还遭遇了赵丽颖的事件。白鹿、张元英等正式成为网红脸的女星，甚至被怀疑进团才5个月就以为自己会去工厂整鼻子。True Low 2的粉丝仍然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视角问题。没想到，近日有品牌曝光了 True Low 2的最新一组照片，直接揭露了他 Photoshop 照片前后的差异真相，包括他的眼睛间距和脸型。网友们都傻眼了。着落图长相甜美，戏精。2018年凭借历史剧《凤凰》进入演艺圈，同年还主演了《我的皇帝陛下》，开始走红。直到2020年，他主演了传闻中的陈芊芊，彻底名声大噪。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，但他的演技却很自然。他对古今偶像都很熟悉，年年都有热播剧，包括《长歌行》《星光璀璨》《隐藏不了的秘密》等，在95部影片中占据榜首地位。年仅24岁的赵露思和其他同龄女孩一样，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漂亮的照片，但最近她被指责对照片进行过多的修图，以至于修图变得越来越难。告诉她是谁？最明显的就是她的鼻子，她变得更小、更坚挺、更精致，下巴变成了紧凑的 V 型脸。尤其是最近曝光的范思哲广告照片，让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完全不一样了，和过去的圆脸有很大不同。曾经据说有类似 True Low Din 和 Bok 的脸。韩国女子组合 G.I.D.L.E 成员吕、张元英、曹伟娟等女演员被指不断改变外貌，失去个性，变成网络名人，迷失都有气质。另外，历史剧《隐神》结束后，赵露思已经5个月没有出演新电影了，也因为如此，网友甚至怀疑她去工厂整容了。不过，赵露思的粉丝仍然肯定自己的偶像从未整容过，相信整容一定会改变人中的轮廓，并相信照片角度的不同让鼻子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虽然粉丝可以解释整容嫌疑，但无法解释赵露思是否对自己的照片进行了过多的剪辑。相反，近日有品牌分享了赵露思的最新照片，并揭露了赵露思的真相。轻奢品牌 Ozone 7日在微博晒出了赵露思穿着自己外套的美照，赵露思化着淡妆，微笑着，显得高贵。然而，网友从该品牌的编辑简介中发现，该品牌根本不知道赵露思是受党要求的，甚至未经允许帮助赵露思编辑照片。赵露思修图前后的照片长相完全不一样。奇怪的是，修图后虽然脸变长了，但眼睛却变小了。网友疑惑道：为什么脸看起来更长了，总是一样的脸？那么赵露思长什么样？不如不做，还不如不做。对此，Ozone 立即删除了该帖子，并发表了道歉，承认照片处理时出现错误。今年入职的新美术编辑在编辑照片时错误地选择了之前的版本，那是来自一剪美人的，并在未经上级确认的情况下进行编辑。虽然其他同事发现了错误，但因工作粗心、经验不足，并没有删除帖子，而是直接编辑、更改图片，结果被网友当场抓获，编辑记录、调侃、比对图片。品牌也正式向赵露思致歉，由于工作中的疏忽，给大家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，尤其是露思本人，对此我们真的感到非常不舒服。患有慢性病的名人名单，后者比前者富有但仍遭受折磨，名利场的明星在这个社会上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和资源，这也是很多人试图闯入娱乐圈的原因。由于工作时间长、不规律，再加上明星工作的特殊性，很多人都患有疾病，有些疾病更是一言难尽。面对生老病死时，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健康的身体。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患有慢性病的名人。周杰伦强直性脊柱炎，作为华语音乐界的领军人物，周杰伦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、幸福的家庭和无与伦比的成就，但他也没有摆脱疾病的困扰。强直性脊柱炎在中老年人中越来越常见，虽然外表与他无异，但体内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我的朋友刘畊宏曾在节目中表示，周杰伦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这种病，
因为与后天性疾病不同，周杰伦的病是遗传性的。那时他名声大噪，表演频繁，以至于经常感到疼痛和呼吸困难，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躺着睡觉，只能坐着，可见其感觉是多么的不舒服。这种病无法治愈，只能常年靠药物维持。好在周杰伦有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，所以他的病才不会加重。然而，许多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都含有激素成分，这也让他经常失去体力。让他痛苦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，还有治疗过程，可见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。Lilin Cat 甲状腺机能亢进，作为一代明星，李连杰在荧幕上留下了许多经典角色，但近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。因为2009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，身体迅速消瘦，精神始终无法恢复，身体也感到非常疲惫。那一年他忍受着身体上的极度痛苦，完成了电影《海洋天堂》，连剧组直到最后一集才知道他生病了。不仅仅是拍戏，作为著名的武术明星，他也热爱自己的武术事业，经常参加慈善活动推广武术，这也消耗了大量的体力。在最近的慈善活动中，李连杰的甲亢情况非常严重，他的眼睛突出，身材也忽胖忽瘦，整个人衰老得很快，很多粉丝甚至在宣传活动中都认不出他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。许多年后，当他再次出现时，他的头发已经稀疏，剩下的头发已经完全花白，脸上也布满了皱纹，整个人看起来不像明星，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傲气，说明病魔已经把他折磨得很厉害了。杨洋和与其他明星的病症不同，杨洋的咳嗽来自于一次综艺节目中的意外。在新兵报告中，节目设计了4人一起进入毒洞，为了达到节目的效果，也考验大家的心理，节目组只给了3个防毒面具，并要求4个人一起工作，轮流佩戴。一进山洞，Duong 看到同事不戴口罩很不舒服，就主动把防毒面具摘下来送给他。似乎过了一会儿，下一个人就会摘下来，大家轮流使用，但没想到，直到杨洋再也屏住呼吸时，也没有人摘下口罩与他分享。不一会儿，他吸入大量有毒气体，出门后多次剧烈呕吐、咳嗽。当时他的脸部疼痛剧烈，工作人员立即用葡萄糖水清洗他的脸颊，几乎无法恢复。然而这些有毒气体却给杨洋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，他手指抽搐，咳嗽不止。从此，杨洋就得了终生的咳嗽，只要他感觉不舒服，就会复发。在这里，我不得不批评一下这组节目，因为节目的有效性实在是太不人道了，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。Funk You Kwang 白癜风，如果不告诉其他明星的病情，很多粉丝都不会知道。但对于冯小刚来说，他的病让他即使面对镜头也很尴尬，因为他患有白癜风，他的整张脸都长满了白癜风，看上去十分可怕。虽然说着一些自己不在意的话，但自从生病之后，每次出席活动，他都会戴着一顶遮住半张脸的大礼帽，说话的时候也不再那么自信了。这些展板上不仅有彩色玻璃，甚至许多媒体还恶意猜测他的个人生活。好在冯导演并不靠脸吃饭，近年来他的作品《青春》和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都获得了很多奖项。时间长了，他就不再那么在意这些迹象了，甚至接受了别人对他的笑话。有一次窦文涛问起他的病情，他幽默地回答说，即使治好了白癜风，也不能靠名声谋生，只能靠自己的才华和实力。成龙浑身都是伤，与上面提到的明星不同，成龙的痛苦是他的功勋章。作为国际知名的功夫巨星，成龙的敬业程度可以通过与他合作过的所有导演的口口相传来证实。典型的东方长相，自幼习武，在当时很多明星都喜欢用武术来表演特技的时候，成龙亲自演绎了电影中所有高难度、大胆、危险的动作场面。这种奉献不仅帮助他拍摄了许多在中国脍炙人口的著名作品，也帮助他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但有得必有失，许多高难度、
高风险的行动让成龙受了新旧伤，甚至整张脸都布满了伤痕。在拍摄《龙虎兄弟》时，成龙从树上直接坠落到悬崖边，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拍完这场戏后，成龙的左耳骨裂开，脑部轻微流血，在去医院的路上口鼻不断流血，吓坏了周围的工作人员。